美女竟然把荒野求生完成了吃播节目，将捕捉到的山鸡直接利用黄泥巴包裹成一个大球，最后更是再放入到炭火之中进行灼烧，做起了荒野版的叫花鸡来。虽然丽姐的手艺上和正宗的叫花鸡还差不少，但是也算是做的有模有样。利用木棍将包裹的黄泥土撬开之后，里面芭蕉树叶包裹的叫花鸡看起来似乎还是有些硬朗。不过这对于牙口不错的丽姐来说那都不是事，撕扯鸡肉的感觉让她吃起来更具有嚼劲，吃的那叫一个美滋滋啊！不仅如此，上期的丽姐还利用空中芭蕉树盖板搭配地坑陷阱，直接捕捉到了一只大野猪。这可是丽姐来到荒野老哥的庇护所后第一次捕捉到野猪，直接让她的野猪事业在上一层楼的节奏啊！而后丽姐又继续的挖掘出了一个地坑，并且在地坑上方布置上了不少的遮盖物，同时拿出了新鲜的竹笋作为野猪诱饵。至于能不能主导野猪，剩下的就只那该交给时间了。新的一天到来，一大早的丽姐那是将煮好的猪食兑水搅凉，随后开始喂养起了这一大堆的鸡鸭猪来，尤其是野猪，2头大野猪外加一堆小野猪，每天的喂养都是一个大活计，占据了丽姐的不少时间，让丽姐感觉少了很多打野的快乐时光。喂养完野猪之后，紧接着丽姐就来到了山林之中，准备搜寻野物。不过野物没发现的她，却是在一处坡地边上发现了一棵超大的野杉树。当然，这个位置也有可能是荒野老哥之前种植的。不过不管怎么说，今天他们遇见了丽姐，那么就只有被丽姐带回庇护所。大山鼠的皮不仅厚实，还布满着泥土，清洗自然是不容易完全去掉的。因此，丽姐直接采取了全部削皮的处理方式，最后再将山鼠劈砍成块。还别说，就这山鼠的颜色，那真是黄嫩嫩的，看起来就十分的有食欲。山鼠的烹饪方法还是以烹煮为主，再连同青菜一起烹煮，烹饪起来也是极为的方便。一顿早餐不仅是有碳水，还有维生素，虽然蛋白质的含量不足，但是也算是不错了。饱餐一顿的丽姐瞅了一眼还在做梦的狗子后，也只得摇摇头，独自一人上山了。毕竟之前布置的地坑陷阱还需要前去查看。随着丽姐悄悄地前往地坑陷阱处时，在远处的她竟然看到了几只小野猪出现在了陷阱周围，而且似乎有一只已经跳了进去，紧接着另外一只也是跟了上去，最后一只则是一旁绕开了。见此状的丽姐那是无比的开心，快速的上前查看了起来。这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的节奏，因为坑内正好有着2只小野猪，可是把丽姐高兴坏了。2只小野猪个头很小，丽姐那是快速的将它们给拿在手中，最后拿出了地坑。这个时候必须赶紧走，因为一般小野猪离大野猪的距离不远，待宰的大野猪可是凶猛的很，要是丽姐遇到了可就麻烦了。好在最终有惊无险，丽姐成功的将2只小野猪给拿回到了庇护所，并且先是将它们放在了自己之前编织的笼子之中。毕竟这个时候的小野猪太小，要是和家中的其他野猪放在一起的话，很可能会被咬伤，甚至是咬死都是有可能的。不过目前所有的猪圈里面都是有主的，因此丽姐想要给2只小野猪打造一个单独的猪圈。为此，丽姐那是直接砍来了不少的大竹子，并且利用锯子切割起了竹段来。作为荒野建造的高手，丽姐对于切割竹子来说可是得心应手。手起刀落间，便有大堆的竹子被劈成了2半，然后秉持着1生2，2生4的想法，大量的竹片便被切割完成了。部分竹片的一端还需要将其削尖，以便于随后建设猪圈时方便插入到泥土之中。至于建设猪圈的场所，丽姐倒是没有丝毫的担心，因为周围的场地可是不小，直接在大野猪的隔壁建设即可。将地面固定上大量末端尖锐的竹子之后，接着便可以利用竹片在上面编织竹墙。之所以在大野猪边上建设猪圈，那是因为可以依靠大野猪的猪圈一面墙做墙，这样便能少建设一面竹墙。而且有大野猪在隔壁，小野猪也会模仿大野猪的习性，将它们驯化好，那是完全没问题。最终花费了2小时的时间，丽姐便将新的猪圈给制作好了。随后自然是要将2只小野猪给一一拿出来，让它们好好的熟悉这一个新家了。一开始2只小野猪还是十分害怕新环境的，躲在角落里瑟瑟发抖。不过随着丽姐将新的竹筒猪槽拿过来，并且在里面放上猪食之后，2只小野猪便开始慢慢的靠了过去，最终美滋滋的开吃了起来。这下可是让周围游走的小猪和鸡鸭们无比的羡慕了，纷纷围观了起来。这几日的时间，在丽姐的精心照顾下，小野猪也是熟悉了新的环境，因此丽姐可是将它们和其他的小野猪放在了一个猪圈之中喂养了起来。不过在丽姐喂养完大野猪之后，却是发现了一件不快乐的事情，这逼得她不得不亲自进到猪圈内查看起来，最后更是将荒野大哥的烂衣物取了一些过来，
通过手撕和利用打野刀切割，将烂衣服扯成了不少的条状物。随后丽姐是眼疾手快，直接将被其他小猪咬伤了的新野猪抓了过来，开始利用布条给他们绑扎。这新来的小野猪还真是被之前的野猪咬伤了，没想到就连小小的野猪之间竟然也搞起了拉帮结派。不过虽然2只小野猪数量少，但是打架似乎还挺凶的，毕竟野性要比其他的野猪强不少。自己受伤的同时，也是咬伤了2只老的小野猪，算是打了个平手。经过这一次打架后，似乎野猪些也立下了规矩和地位，现如今基本上都是抱团在一起了，也算是一件好事了。处理完小野猪的伤势之后，紧接着丽姐便在附近的山林之中收集起了芭蕉树叶来。不过可不是只搜集绿色的芭蕉树叶，除了绿绿的鲜树叶作为野猪的食材外，丽姐还在树身之上收集下来了大量的枯黄树叶。最近经常下雨，有了这些干燥的树叶后，小野猪们也能有一个干燥的窝，伤势想必会好得比较快。另外，本以为丽姐收集的芭蕉树绿叶部分是用来喂猪的，然而今儿的这些树叶却是被她用来制作猪圈的屋顶。毕竟猪圈没有一个遮风挡雨的屋顶，在雨季可是不行的。好好的查看了一番野猪和猪圈的情况之后，丽姐也算是放下心来了。除了野猪这边情况好转外，另外一边抱窝的老母鸡也是给丽姐带来了好消息，因为老母鸡可是孵化出了好几只的小鸡仔，这可是把丽姐开心的，直接拿出了一些大米喂养老母鸡和小鸡仔，也算是一种奖励了。因为只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小鸡仔就能长大，到时候要是荒野大哥回来，鸡总量搞不好是增多的，那么这段时间里面，丽姐还能多吃上好几只鸡呢。说到吃鸡，丽姐自然是今儿就想吃，不过前几天才吃过叫花鸡，也不能太过分，天天盯着老哥的鸡啊，因此她把目标放在了另外一种鸡的身上。想要快速抓鸡，那就少不了这些打磨好的尖锐的竹条来，这些竹剑可是丽姐给弓弩准备的箭矢部分。最后，丽姐那是拿上弓弩和手电，便向着溪流前去了。来到溪流处后，天色已经彻底的黑了下来。这倒不是丽姐来的晚，而是丽姐必须来的晚，因为只有晚上的时候，丽姐才方便抓鸡、抓田鸡。夜间的呱呱反应速度可是慢得多，加上有着弓弩加持之下，丽姐抓鸡可就简单的多了，那叫一抓一个准，一见一只鸡。哪怕是呱呱躲藏在石洞缝隙之中，只要有一条缝隙，丽姐都能一击必中，直接拿捏大呱呱。最后再将捕捉到的呱呱串在树藤之上即可。不得不说，这些呱呱那是倒了8辈子的大霉，在这个夜间遇到了丽姐啊，足足的1个小时的时间，怕是就有着不下10只呱呱被丽姐送上了黄泉路。待到第2日之后，一大早的，丽姐早已炊烟袅袅，一只只清理得干干净净的呱呱被丽姐直接放入到了大锅之中，直接煎炸了起来。丽姐上一次吃呱呱，那还是在第1次遇到色狼搬家之际搞的储备粮食，同样是煎炸的。经过一番煎炸之后，所有的呱呱那叫一个外皮焦香，内里肉质细嫩，吃起来真是无比的美味。这一次丽姐同样是给狗子搞了一只大呱呱，还特意的撕扯了一番，让狗子吃的美滋滋。呱呱富含蛋白质，可以说是一道经典的荒野美食，让丽姐得到了极佳的补充。饱餐一顿之后，丽姐也开启了今儿的工作。第一件事那必须是喂养家中的鸡鸭猪了，这可是每日必修课了。由于之前收集的木薯已经用完了，因此今儿的丽姐那是直接来到了木薯地，开始将木薯给拔出来。还别说，荒野老哥种植的木薯那是长得真不错，每一株怕是都能收获到7、8斤的木薯去了，而且大部分的木薯都比较大粗壮，绝对是生长了2年半左右的木薯才能达到这般的品质。丽姐仅仅是拔了4、5棵木薯树，便收获到了满满的一大盆木薯。别看这些木薯数量不少，但是估计也就是只够喂养鸡鸭猪些1天的时间而已。带回来的木薯依旧还是需要将皮刮除，做到干净又卫生，野猪们吃起来也不会有沙石等东西。不过其实丽姐可以水洗的，那样还快捷，但是水洗的话还会有一层老皮，因此丽姐才采取了刮皮的处理方式。除了木薯外，搭配的另外一样食材依旧还是芭蕉树心，毕竟这可是在附近山林之中最容易收集的蔬菜了。当然，其他的猪草其实也不少，但是砍一棵芭蕉树的速度，那可是要比收集1背篓的猪草快上4、5倍不止。而且切割芭蕉树心时，声音可以说是极其的解压，这也是丽姐喜欢切它的原因之一。先后将芭蕉树心以及木薯切片之后，再放入到锅中大火烹煮一番即可。煮熟之后的猪食，因为木薯淀粉的原因，会变得比较的粘稠，也是猪们最爱的口感。至于鸡鸭血，那是直接撒一大堆的玉米粒给它们就行了。不过看得出来，
鸡鸭蝎对于烹煮的猪食更有兴趣，一只只的围在了周边，甚至还在几只小野猪边上混扇几口吃食，也不怕被野猪给挑了呀。不过2头大野猪是单独围起来的，估计也是担心大野猪会把偷吃猪食的鸡鸭给废了。看着野猪们吃得开开心心的，丽姐也是越发的开心了起来。唯一遗憾的就是最近的打野时间太少了，因此她的心中也是期待着荒野大哥赶紧回来，毕竟山林之中的生活才是丽姐最爱的生活呀。